第63章不给草吃。茶餐厅，高燕走了，就剩下马从敬和叶志辉两个人了。叶志辉道：马从敬，你就非得想把陈斌整出深圳，是不是？马从敬道：不是我要把陈斌整出深圳，是你逼我放弃深圳。既然要放弃阵地，我手底下最优秀的人才，我能不调走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放弃深圳了？马从敬道：我要整顿深圳公司，重新补足深圳公司的管理架构，你不让我弄啊，这不是放弃是什么？叶志辉道：马从敬啊，马从敬，你是猪脑子吗？现在华南是什么局面，你心里没底吗？我们现在要把拳头攥紧了，这样才能打仗。我们在广州，在中山，在佛山，在东莞，哪个地方不是硬仗啊？你以为陈从海是吃屎混到今天的吗？你跟他交手还能感情用事？深圳是他们的大本营，他们集中了最优势的资源，明知干不过我们，还在深圳砸大把资源，你是脑子有洞吗？马从敬道：我他妈要干就要正面硬刚，像你这么躲躲闪闪的，像娘们一样，说的好听一点是讲谋略，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怂。叶志辉道：你想怎么干？你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深圳吗？你再强调一遍看看。马从敬盯着叶志辉，怂了，道：我没说啊，所以我要把陈斌调走啊。马从敬一字一句的道：老叶，我想把陈斌调到佛山干总监，让他给我把佛山撑起来。叶志辉斩钉截铁的说：我不同意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这样的调动坏了规矩，陈斌一个销工而已，商务经理都没干过，你让他干总监，这是提携他还是拔苗助长？第二个原因，陈斌是个人才，我认为深圳这个地方可以给他更大的魔力。现在我们从大局上，从战略上顾不上深圳，站在积极的角度来看，这意味着深圳公司的潜力无穷。事在人为，高燕干深圳公司的商务总监，让陈斌在他手底下干商务经理，他们两个人真有能力要干事，可以干出很多事情，他们的能力上限我们可以看清楚，你说是不是？马从敬叹了一口气，道：我说不过你，那行吧，就这样了，按照你的意思，不给深圳一兵一卒，就让他们自己干。叶志辉道：你给深圳公司安排一个行政总监，以后我们每一家分公司都要搞双轨制，前台业务由商务总监负责，后台由行政总监负责。最后我强调一点，我们博越科技的华南总部在广州，不在深圳，所以你不能待在深圳，你给我记住，深圳公司有商务总监，他们不需要一个太上总监。叶志辉的声音有些冷。马从敬站起身来道：行了，就聊到这里为止，我得去单独见一下他们，我从深圳公司出来的，这里毕竟还剩几十个弟兄，我不露面说不过去。马从敬约我在豪上豪吃饭，他开门见山的跟我讲：陈斌，巴布就交给你了，今天晚上开会就宣布华南大区的人事决定，你担任深圳巴布的经理，高燕担任深圳商务总监兼任一部经理。然后他给我讲深圳的工作该怎么搞，我一听他没有打算给深圳派一个人，不给1分钱。我道：老马，你这是又让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吃草啊。马从敬眉头一挑，道：陈斌，你要搞明白你自己的身份，这是你管的事情吗？高燕杜梅提出质疑，你质疑什么？等你有一天混到了总监，再向我提要求吧，好不好？马从敬一句话把我对得哑口无言。他又道：你没有答应丁姿是对的，丁姿找过你，你也应该知道我和她是认识的。嘿嘿，这个女人长得的确漂亮，就是脑子不太灵光，我让你去泡她，把她泡到了，你这一辈子不用奋斗了。我觉得马从敬笑得不怀好意，便道：老马，你为什么不答应丁姿呢？人家有的是钱，你有什么抱负他还不能帮你实现吗？马从敬摇摇头，道：陈斌，我们是营销团队，干我们这种工作其实就跟手艺人差不多，如果谁扔一块骨头我们都去咬，那我们永远就只是一条狗。资本很无情，很强大，博越这一次风波你也看到了，丁姿就那么娇滴滴的一个小女孩，随便动一下就差点坍塌了一家拥有上千名员工的科技公司，这就是资本的可怕。像你我这样的人，最忌讳的就是给资本去做狗。你倘若真去了上高，你认为丁姿还尊重你吗？你就成了一颗小棋子。你看过哪个小棋子泡过棋手的？我直接没话说了。马从敬把话都说透了，把和我丁姿之间存在的巨大身份差距摆在了明面上。马从敬顿了顿，道：丁姿想让我跟他干可以，但是他必须先要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，然后他必须要拿出足够的筹码给我，我和他未来倘若能合作，那身份只能是平等的，我帮他赚钱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而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自己的东西。陈斌，你永远要记住，我们的敌人未来一定是资本，跟资本斗比现在要血腥残酷很多。我承认自己听得入迷了。马从敬直接把话题带入到了我未知的领域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资本好像一直很遥远。我在深圳面临的是生存压力，我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活下去，怎么多赚点钱。但是今天马从敬把我带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布局，未来我走哪一条路？跟着马从敬把这一条营销团队的路子走畅通吗？做职业化的营销人，
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好像没有选择，只能跟着马从敬走这条路。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其实对这条路并不一直看好。强势营销基于的是信息的不对称。就以我们互联网为例，很多企业老板，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老板，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，对互联网的认知非常的浅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因为有信息的不对称，我们的强势营销团队可以发挥可怕的作用，迸发出惊人的力量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种情况一定会扭转。到那个时候，强势团队还有必要存在吗？